OK， 各位早上好，现在是在德里的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我们要来吃个早餐。这边找到一间早餐的 buffet， 喝一下它这个 chai， 这个印度早茶，它上面还有一层皮。 上面有一层皮的感觉，很香。一样是有玛莎拉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玛莎拉是很温和的那一种，我觉得更像是在喝加了姜的奶茶的感觉。这个口感超顺。哇，这我可以喝个3杯，超喝。那不黄色是什么？它怎么看起来像蛋糕一样？ 糕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很松软，非常松软，比一般吃到蛋糕还要再松软一点。它口感我觉得不是，我吃起来没那么习惯，味道其实很淡，吃不太出来什么味道。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他们这个茶真的，这个 chai 超好喝。OK， 各位，现在大概是下午1点多。我刚吃早餐，早上几点？8点多。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才出门？我吃完早餐之后回去先弄了一下，明天要去那个阿格拉的那个火车票。然后处理完之后，我就开始肚子有点痛，然后加上我昨天又有点没睡好，所以我就在旅馆多休了一阵子。那 我目前上厕所的情况是没有到想象中的严重了，但是就是有一点点软便，还没有到喷发的情况，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到那么担心。然后刚刚出门也吃了一个止泻药，现在这个时间出门真的是大的错误啊！早上那个天气真的超级凉爽，大概7、8点的时候，你走在那个路上没什么太阳，然后气温大概就是20出头度，很舒服，外面超亮，然后暴晒，这太阳非常烈。 然后我甚至就是刻意穿长袖，就是为了要防晒，不然我觉得这个太阳晒到我应该是直接晒出那个肤色差，然后脱皮那样。好了，那现在就坐着这个舒服的 Uber， 吹着冷气，好不好？前往我们的下一站。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胡马雍陵，是在16世纪的蒙兀尔帝国所建设。 买票的时候，我发现还有博物馆可以参观，所以我就顺便买了博物馆的票。那博物馆内陈列了很多文物和模型，对所有的物件也都有详细的文字介绍。那我自己是觉得十分值得参观的。我刚从博物馆走出来，哇，好多乌鸦哦！超多乌鸦的。现在这条通往胡马雍陵的道路上面， 人越来越多了。我觉得这光是站在这边看起来就很疗愈，你知道吗？它整个就是一个完全对称的结构。走近一点看，哇，越走近越有一种那种真的，你到现场看，跟你在书上啊，还是什么网络上面看，那感受完全不一样。真的就是一个很浩大、很震撼的感觉。 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圆顶结构，走进来很像是置身于国家地理频道一样。这人目前我去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一种 epic 的史诗感，你知道吗？你感觉会出现那种世纪帝国的音乐那种感觉，感受到这种文明的震撼能量。Oh my god！ OK， 我们现在从胡马雍陵出来，在附近一条街，可以看到印度老街，好不好？充满了苍蝇，还有烟雾。刚刚在前面在烤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像烤鸡、烤肉是不是？哇，那个烟超大，牛逼！
个苍蝇，这个苍蝇的量。我这边在弄香饭。Oh my god！ 我刚走在里面有一种压力，这跟我们昨天逛的那种夜市的老街不一样。这个感觉是纯正的，而且在里面好像没有看到任何外国面孔，都是 local 的。然后一堆苍蝇，对，是那个苍蝇量超大，我完全不敢打开我嘴巴。走出来了。我以为我自己胆子很大，但是我敢说啊，刚刚那个街里面的一口街头食物我都不敢尝，那个真的有点太在地了。耶，在印度吃老麦，刚刚真的走进那条街之后，受到一点视觉冲击。我点的是一个 Mike Wrap， 哦对，还有这个 Chicken Nugget， 好不好？老麦最经典的东西，不好意思，最经典是这个才对。第二经典。哦，对了，这边是我那个住宿的中间的一个庭院，就是你也可以出来乘个凉，休息一下。我想说，因为刚刚在麦当劳那边真的太多人了，根本没有位置。然后我还被疯狂插队。我其实之前看网络上影片，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会惯性插队之类的。我一直以为他们那一种是无意识的插队，就是他看到柜台就直接从柜台走到柜台那边去。但我刚刚发现他的插队是，他有跟我对到眼，然后他是后来。然后他就直接跟我并排站在一起，然后当我们同时到达柜台的时候，他直接跟那个服务员说我要点餐，然后他的后面又排另外一个人也要插我的队，但是第二个没有插成功，因为后来那个服务员有发现，他就叫我先点。对，我那个当下我其实蛮不爽，因为其实在那边就得等很久，就是他们因为那边人真的太多，所以说你排队什么的需要花一点时间。我点的是应该是劲辣鸡腿堡。哎，它怎么那么黑？超黑的，它就劲辣鸡腿堡，超黑的。你那是也是鸡肉的？对，什么 Tandoori Chicken， 反正它是这个 Wrap 系列里面就价位最高的那一个，可是也才157块，很便宜。但它的分量就这样子，蛮小的。那旁边有这个像千岛酱配沙拉，然后这边就是那个鸡肉的肉饼吧，放在里面，或者说很麦当劳。那你那蘸酱没有介绍？那薯条口感不一样。味道也不一样，它洋芋本身的香味更重一点。老实讲，我觉得这个比台湾的好吃。太认真，真的。然后我们鸡块有配2种酱嘛，一个是 barbecue 烧烤酱 ，master sauce， 这应该是黄芥末吧？为什么会没有糖醋酱呢？没有糖醋酱鸡块怎么吃？现在蘸一下这个 barbecue 酱，哇！又玛莎拉，它不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烧烤酱，用闻的感觉不一样，酸的，不好吃，我不喜欢。黄芥末就是黄芥末，然后鸡块品质还不错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餐吃完，晚一点看状况。我目前其实肚子已经没什么感觉，就是我出门前还吃了一颗那个止泻药，然后现在肚子都很正常。早餐就是只有一点软便啦，就很像是我上次去四川和重庆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肠胃比较没办法适应那边的辣，就因为他们那边是又油又辣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样上厕所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。他那个肚子痛不是像是拉肚子的感觉，是那个你的肠胃因为没办法接受一下太油加太辣的刺激。那我们就继续 enjoy 我们的麦当劳啊，晚点来见。现在是在印度的第3天前往德里火车站的路上。那到这里我只能说，在印度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，因为接下来发生了非常倒霉的事情。OK， 我们现在原本应该要在阿格拉了，然后我觉得要稍微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样哥的背包在我们过火车站安检门的时候直接不见了。目前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被偷了，因为它就是在一瞬间消失。我们站在那个机器的后面等那个背包从那个扫描器出来，然后那个背包没有从扫描器出来，我们当下立即就察觉。然后扫描器的里面，然后外面我们都找了一遍都没有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只有可能是被直接偷了。我们其实5点半就到了那个火车站，现在因为要处理报案，刚刚在警察局处理报案花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。有监视器有照到那个地方，但是现在就是警方在立案调查，就是看真的很衰，真的超级衰的。因为样哥的背包里面放了几乎他所有的东西，就是除了他的手机以外，他重要的东西钱、护照，然后什么提款卡那些都放在里面。最重要的是护照啦，因为我们回国的话，你没有护照根本回不去。反正就是通报遗失啊。那我们要先拿到那个遗失单，然后我们才能去办一个新的护照。反正今天后续怎么样，就是等一下我们去那个9点去那个办事中心那边办护照。然后再跟大家报告，好不好？唉，天哪 ！OK， 我们到了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。刚在对面就有看到这个春联了。We just lost our passport. Oh, the back gate. Visa for the back gate, sir. Back side. Back side. The visa division the back side. OK, thank you. 我现在在这个办事中心里面，然后。这里蛮多印度人的，甚至我们旁边还有那个应该是藏传佛教的僧人这样子，好像是要办 visa 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要等一下，因为他们这个柜台好像主要都是在处理他们的签证，那可能办护照需要其他一些特别的官员来帮我们处理这样子。OK， 反正都已经等很久了，那现在再多等个10几20分钟，也没什么差了，好不好？在那边填完表格啦，然后听到了非常亲切的中文就是帮我们处理护照那个人员，他是会讲中文的，反正是台湾人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拍照，要证件照。哦，这一次真的是成就又 get 到一个，在国外调护照。啊，赶快弄完，受不了喽！怎么会这么衰？哦，这边当地的证件照拍摄的地方。唉。爽不爽？太酸爽。爽不爽？真的是体验到了。没事，我看别人体验就好了。还好我的没丢。我们警察局的时候，里面有个助理，就是帮忙输入那个文档的。他的工作超级心不在焉的，就是他就一直在旁边，可能跟别人讲电话。他看视讯，然后视讯。对，然后滑手机干嘛的，反正就是很心不在焉。那警员的处理方式可能就稍微积极一点。那个助理我真的超不爽他的，他真的一副要做不做的样子，而且要他讲清楚一点，他很不耐烦。对他超不耐烦的，算了，没办法，就是，哎，自己发生这种倒霉事情，只能说这就是人生，你知道吗 ？Shit happened。啊，我等一下就是等个15分钟取件，然后再回到刚才的办事处。我刚有听到一句很恐怖的话，他说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办得成，然后我的飞机是后天。好了，现在大概是晚上刚过10点左右，然后今天就是一整天都为了护照遗失的问题在跑各种的这个程序，然后我们早上5点多就出门嘛，然后6点多去报案，那当然报案感觉警察虽然有受理，但是只是跑一个流程，因为你报案要拿到那个就是报案的证明。就是你确认你有去通报你的东西有遗失，然后你才能去那个台湾驻印度的那个办事处去办你的这个护照。所以说就是警方那边，我讲真的，到现在都没有收到他们任何消息，真的不指望他们会把这个东西找回来。即便那个当下发生在监视器可以直接照到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去过后台确认，就是那个位置监视器其实是照得到的，所以。我不知道警察他们有没有就是积极在办这件事情，感觉
你稍微调一下应该是看得到，只是我目前就是真的不指望。那样哥刚才收到那个入国证明，就是效力形同于临时的护照这样子，只是这样还不够，就是因为你从印度这边要再出境的话，你必须要再办一个出境许可。对，然后目前就是还卡在这一关，但现在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就算我们能从印度顺利的离境，然后因为我回程要在泰国转机，但是我们在泰国的时候一定要入境之后去重新办理这个行李的 check in， 因为我那时候订回程的时候是2家不同的航空公司，从印度飞到泰国呢是印度香料航空，然后从泰国飞回台北是华航。那因为2间公司不同的关系，所以他也没有给我们直挂的这个服务。那因为样哥他没有护照的情况之下，他在泰国是没办法入境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没办法入境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去柜台办理他的 check in， 那也没办法拿到机票，然后也没办法提领你的行李，没办法再把你的行李运回台湾。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反正今天真的就是心力交瘁了，真的就是一路从白天忙到现在。就只休息了1小段时间而已，然后也没什么吃东西，真的因为焦虑到有点没有食欲。而且样哥他在这边其实就是因为他英文能力就是比较差一点，对他比较没办法跟别人沟通。我英文能力算是稍微还可以跟外国人沟通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就是印度这边的口音，我们一般人没有去习惯的话，是只能听懂个4、5成就了不起，所以。我光是在警局那个地方跟警察沟通，其实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虽然说最后有顺利的把我们的那个情况描述给警方了，但是就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加上我先前提到就是在警局里面那个助理，他就是非常的工作心不在焉这样子。那我想各位观众看到这边，可能真会觉得说，哇，印度真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国家，随随便便一个 YouTuber 过去，然后。过了几天，他的那个护照什么钱全部都被偷走。但我必须说，其实在这边热情帮忙的民众确实是还蛮多的。在我们进警局的那个时候，就有一个小哥，因为我和那个助理就是沟通上面有一些隔阂，有一个热心的路人就是过来，他的英文的口音比较没那么重，他就帮我去做翻译这样子。然后这间饭店他们的员工和经理其实也是非常的 nice， 就是我们遇到了任何的困难。那找寻他们寻求帮助，他们在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都会提供帮助这样子。今天一路上我们其实遇到了不少就是愿意热心出来帮助我们的人，所以我只能说有心人士，什么国家都有。那出门在外旅游就是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财物，对，尤其是你的旅行文件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小偷把我们的钱全部偷走都没差，但是好歹把护照还给我们，真的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的头痛。就是希望明天会有好消息了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，我要早点休息了。明天我还是得去雅格拉，就是泰姬玛哈陵那边，就是我重新订了火车票。然后样哥他因为没有护照的关系，他没办法就是预定的那个票种，所以他只能拼命看运气，就是明天的清晨，应该说是半夜4点就要去火车的那个售票口，然后去买现场票。因为我们的票是6点，所以他必须很早就要到。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买到的话，那我只能自己去了。就是说真的，到这边已经没什么心情继续旅游了。但是该跑的行程我还是去把它跑完。对，那我希望我们最后可以顺利的离开印度。OK， 那就先到这边，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20 for 1 2 yeah。哦，看一下它这里面这个环境。Thank you sir。有点羞，有点羞。哦，印度在地玛莎拉茶。哦。就是他们那个香料奶茶，在那像印度香料王喝到那一种。啊。好热。好热。看这间店。这个小哥脚上是非常多的苍蝇，然后他就这样小小一间，有点像一个厕所一样，然后放在地上煮这样，就这样这种环境才煮得出来好喝的这个玛莎拉茶。好了啦，你看没有跟那个我们烧腊店是同样的原理啊，对不对？这么炎热的天气喝这个，其实也还是觉得蛮爽的。Keep a change。Keep it. It's for you. Tips. Yeah, tips for you. Yes. 可以了，好喝的拉茶 ，no problem， 好不好？好喝就是可以。值得一个 tip，走了。